决定中国命运的两条道路的竞争，也从这个时候正式开始。只能说载沣你玩假的，所以最后呢，你的王朝也没了哈。革命的力量终于得到一个大串联。1905年4月，孙中山要求他底下这一些人进入到南洋跟北美，去联络各地的华侨，加入到革命组织哈。1905年7月，就在东京召开的第一次预备会议哈，确立了革命目标4大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基本上民族、民权、民生通通到位了。1905年的8月20号，就在日本的国会议员坂本金弥载邸当中，正式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各位，这代表主张革命的知识青年的一大团结，也让整个中国革命的高潮推向了一个新的地步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的历史讲堂师徒师明系列啊。我想师徒师明系列前阵子我们一直在谈革命党人的汇集啊，那革命党人终究汇集拧成一股大神，什么意思呢？我们之前谈了3会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啊，各有各的地域啊。兴中会在广东，华兴会在两湖，光复会呢在江浙地区哦。但是革命不是一省一会可以搞定的哦。终究呢要汇集陈流啊，在哪里汇集呢？就在东京汇集。为什么呢？因为呢有一个人到了东京啊，这个人就叫孙中山啊。可是与此同时呢，在东京不是只有你革命党，也不是只有这些莘莘学子啊，还有谁也在东京呢？号称啊清末最聪明的人之一啊，梁启超人也在东京啊。这就形成一个有趣的画面啊，一边革命党正在汇聚，另外一边呢保皇党也在努力。两股势力正在东京啊，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对冲啊！让人没想到的就是，不管是要救中国用哪一种方法推翻满清，或者想拯救满清的人呢，通通都到东京来大会串了。这么有趣的一个时代跟故事啊，对比后来呢，中日发生极其严重的冲突啊，有时候是相当讽刺的。所以就让我们来回到那个时代啊，到底同盟会汇集陈流又是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所谓的革命派跟立宪派之间又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呢？那当然讲到历史，我们来欢迎谁呢？我来欢迎王立本老师，学长好。学弟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是像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到了，东京有一个人在这边潜伏已久，孙中山啊，他要来成立中国近代最重要的革命组织啊，中国革命同盟会啊，或者我们叫它同盟会啊。为什么会在东京呢？那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背景啊，来让同盟会可以在东京终于把3大会拧成一股巨神啊？好的，革命的力量终于得到一个大串联的时间，就在1905年的夏天啊，在日本东京完成。这个我们前面其实也花了不少时间详细讨论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的革命团体嘛。不知道这个时候其实中国革命团体在东京已经相当活跃、相当发达了。到了1903年、04年之后，就是我们前面都讲过，但是因为省级的不同，因为对未来国家愿景的不同，另外组成分子阶级跟思想上的不同，所以彼此之间是有一些差异的。而且有一件事我们上次没有提到，我们这边可以想一下，各位觉得这些革命团体彼此之间有没有互相竞争？有啊，当然有，抢人嘛，对不对？然后抢主导性，是不是？大家都是认为自己未来应该要主导中国革命，所以彼此之间难免也有竞争，甚至彼此间有一些攻击啊，这是都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造成整个革命力量的抵消。所以大概到了1904年，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料，11、12月左右，当时孙中山就不断的透过日本友人啊，去联络各个革命团体，去跟他们讲述一件事，就是孙中山认为中国所有的革命团体，尤其在东京这一些以留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团体，必须彼此之间团结合作啊。最好是能够合组一个大的革命团体，将革命力量汇总起来，以推动国内外的大规模的革命起事。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大家在东京每天串联也好，开会也好，其实这些都没有用。最终你要回国进行革命运动嘛，对不对？对，就一定要有武装运动啊。你如果这个事情不做的话，我们在东京讲到死都没有用啊。所以孙中山在1904年12月，他就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主张，知会到各个革命团体去，基本上就得到各个革命团体的共鸣啊。尤其是华西会的黄兴，对不对？号称孙中山天字第1号粉丝，对不对？黄兴立刻就加以响应了哈。孙文我大哥啊。
对对，没错，他就认为说华兴会跟兴中会的合作甚至于合并是必须要实行的哈。另外大概也差不多在12月的时候，孙中山也再度联络了蔡元培跟章太炎等这些光复会的巨头。其实我告诉各位，这个时候光复会是在日本东京的势力是非常大的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嘛，也希望光复会能够共襄盛举，基本上也得到蔡元培等人的首肯哈，所以大概到了1905年的春天3、4月开始，就在黑龙会的领袖内田良平，这个我们过去有介绍过嘛。这个时候的黑龙会是一个推动所谓的大东亚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日本组织。我告诉各位，内田良平跟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都有交情，而且他本身汉学造诣非常好，他会讲汉语，会写汉字啊，所以他跟这些中国人沟通没有任何问题。那在内田良平的穿针引线之下就在1905年的4月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章太炎等4人就开始直接坐下来面对面的会谈，也开始进入到细节商谈的部分了一开始的时候，光复会是主张先结盟，建立一个运作平台，先不要谈合并可是黄兴就力主应该要合并建成一个大规模的组织。最后是双方是取得一点妥协啦，就是说我们合并，但是原先各个革命团体的组织还是继续运作。简单说就是准许一个你过去，比如你江浙人里面或在两湖人里面还有一些运作的一些组织，你可以继续做就是说我们让这个力量不要消散为最高的一个原则最后终于得到结论了所以就在同一个时间，1905年4月，当孙中山跟日本这些革命团体快要搞定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他就要求他底下这一些人开始一方面进入到南洋跟北美去联络各地的华侨，加入到革命组织派到南洋去的主要就是汪精卫、胡汉民，尤其是汪精卫汪精卫到了南洋之后，后来我们知道1906年同盟会就在新加坡晚晴园建立同盟会南洋总会，成为整个南洋地区推动整个革命运动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另外派到南方去还有冯自由先生这个也是孙中山早年很重要的一个幕僚。另外廖仲恺等人也陆续到北美去联络当时北美的华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就是司徒美堂先生司徒美堂先生其实他也是广东人嘛，但是他支持在美国已经活动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美国侨界颇有声望司徒先生早期是加入洪门致公堂了，对，后来在1904年的时候认识了孙中山，1905年的时候就跟当时的兴中会的廖仲恺等人开始接触，就在美国争取华侨的支持。其他的像宋教仁等人当时也用各种的方法联络国内的各个势力，主要是联络2种人，一种就是各省的会党，二方面就是联络各省的新式学堂的学生以及新军的成员，就是开始在做国内外的大串联，我们可以这样讲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很多的响应根据我们今天看得到同盟会的资料，当时包括就两广地区的帮会三合会、两湖长江流域的帮会、哥老会、小刀会也都开始派人到日本来跟当时的孙中山等人接触所以简单说，国内外的势力串联的速度非常快，很快就得到大家的响应1905年7月就在东京召开的第一次预备会议那各省的代表也在7月的时候陆续到达东京1905年的8月20号就在日本的国会议员坂本金弥载邸当中，各省代表300多人，包括南洋跟北美的代表，还有各地帮会的代表，在东京正式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这边附带一提坂本金弥也是日本的一个华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国会议员、政治人物。因为他经营报社、经营商社、经营国际贸易其实都很有成绩后来一直都跟中国的革命势力都很有关。其实我告诉各位知道内田良平跟坂本金弥跟梁启超的关系也很好，这边就值得各位去玩味了，对不对？日本人支持革命，但是日本人也跟主张避宪的梁启超也保持很良好的关系，所以这里面其中的奥妙就值得各位去想、去玩味了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好像有点两头押宝，对不对？我告诉各位，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料了解到一件，日本朝野其实内田也好、坂本也好，都是日本政府授意的，就叫他们去跟这些中国的新派人物，包括立宪派跟革命派，同时要接触另外，即使满清政府不断的抗议，可是日本始终都可以说纵容当时日本各学校里面的中国留学生的革命团体不断的存在，有时候嘴巴上会说要取缔啦，但通常风头一过就没事了一开始的名称叫中国革命同盟会，但是到了后来
一般的看法是可能有日本政府有意见，说你就把革命这2个字挂在上面，这太招摇了。摆明叫清朝抗议日本政府来取缔啊！对，这摆明的。后来没有多久就把革命2个字拿掉，就叫中国同盟会啊，就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各位，这是中国近代史一件大事啊！这代表主张革命的知识青年的一次大团结啊，也让整个中国革命的高潮推向了一个新的一个地步啊。我们看这一天在开会的时候，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对往后产生很重大的影响。比如说，当时就通过了主张用章太炎所提出来的名称，就是未来新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我告诉各位，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会议记录，一开始很精彩，有人叫大汉民国，对不对？有人叫中华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名称。另外，孙中山一开始说主张叫中华合众国，因为他希望美国嘛，各位还记得吗？兴中会创建合众政府，对不对啊？有彼此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到最后还是章太炎比较有学问我必须要讲，提出了金字招牌中华民国，又顺口又好听所以中华民国就作为未来的国号。另外还决定青天白日旗为同盟会的机关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时把那个时候日本的一个革命刊物主要是光辉在办的叫《20世纪之支那》这个革命刊物，改称为《民报》。《民报》从此之后就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专门宣扬革命理念跟报道国内外的革命局势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之外他们还确立了所谓的革命目标、革命方略4大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各位，基本上民族、民权、民生通通到位了，对不对？我们可以跟之前兴中会的主张可以比一下嘛。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一样的。另外，兴中会主张创建合众政府，因为现在已经是民国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改成创建民国，加了一个平均地权。各位，你不要小看这4大主张，当时在与会代表中讨论是非常热烈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个比较没有意义那创建民国这个在后来决定国号是中华民国之后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呢，平均地权这一章在内部是得到最多的一个讨论当时华兴会跟兴中会基本上都赞成平均地权可是光复会对平均地权这个主张始终是比较保留，他们认为平均地权这个主张要谨慎，因为最好是不要搞到暴力没收这种情况。后来那时候跟革命党论战，我们后面会讲到，其中一项就是说革命党主张暴力没收财产提倡阶级仇恨，就平均地权。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非常先进的一个主张孙中山随即在《民报》发刊词里面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毕其功于一役，就是中国的民族、民权、民生3大革命，未来将在国民革命完成之后一次搞定。孙中山还强调，我们要建立最先进之民主共和国，就是我们完全符合世界的潮流的主张，将中国从一个封建古老的中世纪的帝国变成了最先进的民主共和国。各位，这个时间是在1905年的8月各位回想一下，这时候中国在干嘛？我们前面有讲到，立宪运动也在展开，对不对对。另外就是2战争刚刚结束，所以各位决定中国命运的2条道路的竞争，也从这个时候可以说正式开始。好 ，OK。是，我想我做几个补充啦就刚才讲到北美的华侨，像司徒美堂先生在司徒美堂去做统筹整个北美的华人之间的一个力量之前呢，其实华人的力量是非常散杂的对，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虽然1850年旧金山开埠之后什么是开埠？当时他们把它称之华埠这个是广东人的一个用法，类似港口的意思所以华埠其实就是唐人街但后来又泛称说有华人高度聚居的一个城市，比如说呢，在加州就有所谓的大埠、二埠、三埠之称大埠就是旧金山，广东人叫做 San Francisco 三藩市嘛，二埠就是洛杉矶，三埠就是 Sacramento 沙加缅度，也就是加州的州府嘛那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因为司徒美堂先生有个重点，他成立了安良总堂因为这些会党很乱，常常互相打架。如果稍微熟悉美洲华侨史就会知道，因为早年去到那边的都是苦力很多所以呢，挖矿修铁路嘛。那随着修铁路之后呢，大量的华人就从美西就迁到美中跟美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讲了罗汉脚嘛，对，那他们结婚都要回国内如果赚的钱
回国内结婚，因为美国政府是禁止华洋通婚的哦，这一点要大家了解。美国政府是赤裸裸种族主义啊哈，对，不要被今天的假装的西方人表象给欺骗了哈，各位同学们。2次排华法案嘛，在19世纪的时候，恶魔岛怎么来的哈？对，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研究一下。司徒美堂先生，他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广东人啊，到美国奋斗的历史啊，他跟孙中山的哥哥孙德章差别只是在于说，他是到了美国的本土啊，那孙中山的哥哥是到了夏威夷啊，比较近啊。那到美国本土其实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早年的开矿，然后造铁路啊，然后还有做什么开餐馆啊，要不然就是洗衣馆啊，所以常常为了抢生意啊，打来打去，像是当时的报章杂志哦，比如说《华盛顿邮报》就会去形容什么叫做 Iron War， 什么叫 Iron War 呢？就是钢铁战争。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华人呢，很多都做洗衣服，洗衣服要干嘛呢？要熨衣服啊。铁熨斗啊，所以他就说叫做钢铁战争啊，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司徒美堂他出现这个概念是什么？因为整个北美一开始很多的华人哦，他基本上是跟有公民的人比较熟悉，那是谁呢？就是保皇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当时去成立保皇党的总部的时候，他是在哪里成立的？他其实第一时间他是在加拿大维多利亚成立的，所以。为什么在北美成立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在北美发了迹的华人呢，有一些甚至回了乡啊，捐了官就有了公民啊，所以他这个联络上面是这个状况。不过大体来说呢，我们刚才也讲到，当时呢各华埠啊，就或各唐人街啊，打来打去的事情非常的多啊，械斗。对，他们分成2派，一个叫安良堂，一个叫协圣堂 ，Capsim， 都是用广东话去发音啊，那就打来打去。所以其实司徒美堂的重点就是说，他成立了安良总堂，他的辈分非常的高，所以他很成功的把北美华人的力量给整合起来。这个有一个重要啊。因为呢，日后啊，民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很快就表态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啊，这一个点呢，跟北美华侨当时的一个运作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一个点，孙中山后来啊，多次到了北美去募款啊，靠的其实就是这些北美华侨的集体的运作。所以这一种联络的工作呢，我们必须说啊，如果说国内的联络工作主要是靠像宋教仁啊，或者是说光复会来做啊。那海外的联络工作呢？金钟会是真的是出了很大的力量哦。对，没错，广东同乡的力量。而且广东有个优势啊，广东人英文比较好。对，大部分。对，大部分，因为他们出海经验多嘛。但因为他们精英英文还不错啊，你看孙中山啊、廖仲恺这些人的英文都非常好，所以他们就有能力做的就是外交工作，而不是只是在你的中国族群的内部的工作。这一点是大家去了解到的一个部分哦。那另外呢，我们要来讲一下，就是说3个会啊，它的一个基础的不同啊。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讨论华兴会跟光复会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它的属性的差异，还有包括我们更早之前讲兴中会啊，这个地域之差，其实也呈现出他们彼此在社会经济上的落差，跟他们的背景的落差，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一点就牵扯到我们刚才讲到4个主张中争议最大的是什么呢？平均地权。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整个革命组织有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性，因为革命组织已经重视到一件事情，就是不处理地权的问题啊，没有办法真正贯彻这个革命的意志，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地权不平均造成民起义嘛，土地兼并严重。为什么华兴会提倡这个呢？因为大家知道呢，四川在明末战争的时候死了非常多的人，为什么？因为当时流寇刘贼之首啊。张献忠啊，大西王跑到了四川盆地去据地称王，但他这个屠夫啊，大家知道吗？对，没错。他有一句名言嘛：“天生万物以养民，人无一路以报天。”就杀七杀杯，所以几乎把四川杀了个遍啊！据说啊，声名百夷啊，所以呢，就大量的湖广人就移民到了四川啊，就是湖广填四川啊，那就改变了湖广这个地方人的结构。就湖广基本上自耕农还蛮多的哦，小农经济发达啊。那跟江浙不一样，江浙的话呢，租店经济发达，为什么？因为长期都很富庶嘛，大家还记得以前我们谈五代的时候，其实有聊到吴越当时就是纳土归宋，所以江浙地区呢，除了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其实大体来说战争并不是很多，乡绅力量比较强，所以它的土地物权很发达哦。那结果就是说，它的租佃关系明确嘛，那很多农民其实是没有自己土地，但是租佃关系相对是和谐的，这一点要告诉大家，因为很发达，所以种东西啊产量很高哦。这个地方咸田千里嘛，而且又是长江三角洲，手工业也很发达，对，生产力极高哦，所以它形成了不同的背景啊。所以当平均地权的时候，其实就侵蚀到了光复会这一些士绅家族啊。你想，章太炎、蔡元培家里都是怎样士大夫家庭啊？对，没错，都是家有万贯的，对，没有错。所以他们当然不同意，因为他们不觉得平均地权
对社会有什么好啊？他们觉得社会很好，我们江浙地区这么发达，就是长这样。可是呢，没错，华兴会就很重视地权的平均，因为他们就是自工人为主。那兴中会啊，因为兴中会的问题是东南沿海地区本来山多就田少嘛，但是他们跟位处内陆的华兴会又不一样，他们多的地方可以去，所以他们就到南洋很多。所以对于地权来说，相对没那么重要。其实很多广州或者说老广啊，我们说出海之后回家呢，倒不是去买千亩良田啊，而是修宅地，宅地要修得漂漂亮亮的，买个公民要雕梁画栋一下，你知道那个时期有公民是可以让屋檐翘起来啊，雕个凤凰啊，就完全不一样，社会阶级完全不一样。对，所以中国太大，社会阶层不一样，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你看这三会主体人的构成啊，地域的差异，而造成对平均地权的概念上的差异啦哈。其实这一点为什么要特别提呢？因为这一点在意识形态上的落差哈，其实也造就了后来同盟会的一些危机啦。就同盟会有几次内部的分裂，最若即若离的是谁呢？其实就是光复会。光复会的组织始终都还存在。对，单飞不解散嘛，哈。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没错。他们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很多嘛，哈。但还有一些比较内涵的，我们后面还会再谈到了哈。比如说光复会另外一个老大青帮的郝成章，后来为什么会被暗杀哈，跟这一些领导权的纷争都有很大的关系啦，很有关系。所以这一点要大家去了解。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同盟会组成为什么华兴会啊？黄兴说逸仙是我老大，其实也还有原因，因为华兴会这个处于两湖地区，它的文风没有那么鼎盛，对，相对。然后它相对处于内陆嘛，所以呢，它对于华洋之物也比较陌生啊哈。那光复会因为在江浙地区啊有上海嘛，早就已经看惯这些外国人啊，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洋玩意儿啊，其实没有这么的陌生哦，这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光复会它比较质朴的情况之下呢，对于这种领导魅力很强的孙中山啊，也有他一个相对比较天生的相容性啊，哈，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存在啊。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说有很大的差别。不过有另外一个值得要大家再注意的哦，革命呢之所以能成功呢，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嘛，官方的宣传机构叫什么？就是《民报》。像这个《民报》呢，据说有所谓四大天王啊，我们又把它罗列在下面啊。宋教仁、汪精卫啊、汪兆铭那个帅哥啊，然后胡汉民、廖仲恺啊。那徐老师跟我们讲一下《民报》的功用跟功能性啊？好，其实我告诉各位，早期的革命党能够在东京发展那么快，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他们善用小众传播，发小册子、小型的刊物，非常的成功。像我们前面有讲过，警世宗啊、猛回头啊、革命军啊，有没有？这些小本的枕头书哈，就是让这些年轻人每天晚上在枕头边看完之后，带着热血沸腾的情绪睡着了。另外就是小型的刊物也很多哈，但主要就是流传在留学生之间。真正革命党的代表性的大型的刊物，就是拿到台面上公开鼓吹革命思想跟革命行动的刊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民报》啊。因为我看见那个《民报》的名还特别把那一撇写出头，你看到吗？哈，代表老百姓要出头的意思，所以他民故意这样写哈。那《民报》一开始的时候的社长是由章太炎挂名，因为章太炎最有文明嘛，他的学问最好，在放纵士林可以这样说。但是实际上的写手就是以下这《民报》四小强来负责担任主要写手，主要就是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跟廖仲恺哈，这四个人的文笔都非常好，尤其是汪精卫，可以说是这时候《民报》的主力写手哈。那《民报》它主要宣传两个方向，首先第一个就是宣扬革命党的理念啊，所以我们看就《民报》发刊词就已经很明确的结诸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的主张啊，就未来中国要变成一个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共和国，就必须要把这三大主张在革命当中得到贯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宣扬革命活动，就开始报道国内外有哪些人加入到革命党，那国内有哪一些暴动，哪一些起事，另外就是攻击满清政府的各种施政主张。我们知道在庚子新政之后，满清政府就开始跟列强借款，有的时候是直接把路权交给列强，就在中国大地新建铁路嘛，这我们前面有讲到，尤其在门户开放政策之后，对不对？新建铁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新建铁路，以我们今天来看，当时中国没钱没技术，你不找洋人修铁路，你找谁修？对不对？可是革命党当然就把它宣传成，你把地权、路权、矿权都给了洋人，所以当权辱国。
比如说又在宣扬，我们知道1905年，就我们前面讲到，当革命的气氛逐渐走向高潮之后，满清政府的立宪也开始在办了，对不对？当时端方、载沣这些人都以一派开明派的形象出现，是不是？这些满洲好像有接触过西方的新文化，有新思想、新作为的新一代的满洲领导人，他们又开始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主要就是抨击满清政府。当时《民报》在1905年的时候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假立宪。你满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的，是用来欺骗国内外的百姓。实际上，满清政府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中国的利权完全断送在帝国主义手中，全部交给外国人。所以《民报》就变成一个当时可以说在思想上、在言论上最为激烈的报刊啊。当然的目的就是要跟满清政府的立宪运动做一个竞争嘛。当时有一些人开始对满清的立宪又开始抱有希望的知识分子的群体，再把它重新拉到革命党的阵营里面来哈。我们后面就会看到《民报》跟当时梁启超的新民重报展开激烈的辩论，我们后面就看到这个辩论相当精彩，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新思潮的一次总激荡，我们可以这样讲啊。OK。是哦，我想啊，立宪派跟革命派啊，等于说是在海外大斗法啊。是的，没错。那因为到了1905年左右的时候，事实上整个满清政府对于帝国的控制力是日趋衰弱啊。尤其这个战争之后呢，有更多的士绅崛起嘛。好，那我们要了解到，清帝国它是一个传统的中华帝国，它的治理方式逻辑是极度仰赖地方士绅的。那大家就回想到我们在谈立宪派的时候就有提到嘛，当大量的士绅都跑出来跟你说我要改的时候，所以地方的风气就变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啊。当立宪派在涌动的时候啊，那其实也给了革命党啊非常大的空间呢，在各个地方穿针引线串联哦。这里面哦最活跃的是谁？我跟大家报告，最活跃的是另外一位，我说可以是媲美汪兆铭的帅哥谁呢？哈，就是宋教仁先生哦。这个华兴会哦，宋教仁先生当时哦真的是在地方搞了很多事情啊。其实这也奠定了后来宋教仁不是在民初的时候成为国民党的总裁嘛，就准备要做总理嘛。哈，宋教仁的重要性在这边体现出来了。我们另外还要来讲一下，其实这里同盟会还有一个组成的一个要点啊，什么东西呢？就是孙中山的第一次啊正式的成为呢同盟会的会长啊。过去呢他基本上不太担任会长这个职位啊，他都是推一个秘书长。对，他喜欢当秘书长哈，推有钱人啊或者是士绅来代表。其实这一点也代表一件事，就孙中山已经在整个革命的领导活动当中了。简单来讲啦哈，就进入到最核心的领导人的位置了啦。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职务的安排嘛，刚好三会的布置嘛，哈，同盟会的总理叫孙中山啊，副总理兼庶务部长就黄兴嘛，那章太炎他们呢，就是主要在文宣战方面啊来着力啊。那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这种职务的安排，也可以知道光复会确实就是距离同盟会才是比较遥远的哈，这一点呢，是的，没错，大家要注意一下啦。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其实光复会因为他们的学养学识背景真的是比较高，所以他们向来对孙中山也是比较不服气的哦。这也埋下日后呢，国民党内部有分裂的这个倾向的另外一个部分是这个样子的哈。那还有一个点呢，是学长我们要来注意的，就是说整个同盟会的组成呢，它的组成分子内容其实蛮重要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分子来组成呢？所以怎么去凝结成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呢？好，同盟会组成分子基本上分成3大类了哈。其实国民党的党史会过去有出相当多的资料集，就在讲这些同盟会的组成分子，基本上分成3大类。首先第一个当然我们知道就是留学生嘛。我们要晓得一件事哦，这个时候来到日本读书的留学生有许多并不是真的来读书，就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嘛，他可能有各种目的，有的是来洗一个学历，对不对？回国之后就有好的职务，因为当时中国庚子新政之后，各省都有各种新政嘛，需要很多法政啊、师范啊、陆军啊这样人才，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是来日本干嘛呢？其实他就是为了来革命。我们前面不是有讲到宋教仁搞的科学补习所嘛？对，有些在中国上过新式学堂的人，可能就已经接触到革命思想了，所以他来到日本就是为了到日本加入革命团体，这种也有，这是第二种啊。第三种就是未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满清政府正在建立新军。我可以告诉各位哈，当时到东京来读书的中国的这些年轻人里面，素质最整齐的应该是读军校的，因为军校的入学要求最严格，就是你很难混进去嘛，你要有满清政府的推荐信，然后你在国内要有各种的成绩哈，你才有可能进去啊。所以这3种人都非常多哈。
早期的时候加入同盟会的主要是前2种。本来是来日本洗个学历的，但后来因为受到孙中山的蛊惑，对不对啊？中了孙中山的宣传，就误入歧途加入革命党。我先告诉各位，大概在1906年、07年之后，在日本读陆军士官学校或者读正武成成学校的中国的年轻人加入同盟会的数量越来越多。孙中山大概也在1907年之后注意到这件事，发现有些军校生跑来参加同盟会哈，这个对后来的影响非常大。各位，短短几年而已啊。这些军校生就在中国干出了大事了，对不对？我们后面就会看到了哈。好，这是第一种留学生，第二种就是海外的华侨。其实加入同盟会的华侨相当多哈，有人算过了，300多个成立与会代表当中，有76个是华侨，包括北美跟东南亚，其中最多的是新加坡、西贡、马尼拉、吉隆坡、曼谷这5大城市的华侨最多，另外槟城啊这些也有哈。这些华侨为什么会加入同盟会啊？其实有些在兴中会时代跟孙中山就有交情。这一方面，二方面是因为我们晓得在立宪运动之后，当时满清政府也开始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在1903年、04年的。可是这些华侨不回国还好，回国之后对祖国非常失望，尤其是东南亚华侨。我跟各位讲，北美的华侨一开始是比较支持立宪派的，对不对？早期东南亚华侨一开始也是支持立宪派的，他们有钱就买一个公民嘛，对不对？总是觉得朝廷就是祖国。后来他们回到国内的时候，发现这个朝廷会把中国害死啊，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些华侨回到中国之后，发现中国非革命不可了啊，所以他们开始转而支持革命，而且速度很快。大概在1905年、06年之后，基本上整个华侨就开始大量的转向革命了。那北美方面，刚刚学弟你有讲了，像司徒美堂这些人更不用说了哈。那第三种是什么？就是国内的会党。我告诉各位，会党这个时候也开始有一点性质上的转变。早期会党讲难听点，杀人放火嘛。亡命之徒嘛，可是你问他们，你们出来铤而走险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也讲不太清楚，是有人研究过的。我告诉各位，最早称孙中山为革命党的是日本人，孙中山一开始就称自己是造反，他到了日本之后，日本人称革命，然后孙中山觉得这个名词很好，因为汤武革命嘛，就古代张汤跟武王革命，他觉得这个名词蛮好，就开始用革命。然后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是，大概在1906年之后，国内的会党也开始称自己为革命。对，所以革命2个字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很神圣的一个名词。我开始有一个正当性，我的杀人放火，我出来为非作歹，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救国救民啊。所以第3类会党，有人算过了，大概当时国内几个重要会党，像前面讲洪门致公堂啦，国内的三合会啦、哥老会啦，像高成章的青帮，都有许多人加入到同盟会。所以各位，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同盟会这个时候是一个跨越阶级的组织。它除了国内的地主士绅、知识分子，海外的华侨商人，也包括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帮会组织。各位，这是不容易的。对，因为这也代表同盟会一开始的时候，它所展现出来的包容性跟气度，就是相当惊人的哈。是，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刚才我们比较没有提到脉络，就是革命旗为什么用的是兴中会会旗啊？这个很重要。学长，我们是不是来讨论一下？因为这个旗帜到后来就变中华民国的国旗，甚至有些年轻人会说，为什么国民党要盗用中华民国的旗帜？似乎有一点荒谬，但事实上呢，今天白日旗老早在兴中会的时候，大家记得吗？就使用了。但是我有个疑问是，为什么同盟会用这面旗帜？它的历史意义在哪呢？好，我告诉各位，主要的历史意义有2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当时我们知道同盟会是由各个革命团体所共同组成的，但是各个革命团体也是有他们的旗帜、他们的队徽啊等等不同的用法。所以到底要用哪一个来作为未来同盟会的革命的旗帜，其实一开始也是有很热烈的讨论的。但讨论到最后，大家还是决定使用青天白日旗。主要原因有2个。首先，第一个，各位，这面旗帜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行过2次武装起义。我们前面讲过广州起义跟惠州起义哈。未来如果我们要回国内继续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满清政府的话，这2面旗帜的传统跟为这个旗帜而流血的同志们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把它延续下去。我们不能够让革命的火焰熄灭，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出于对孙中山的尊重。这个在发言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兴当时就认为孙中山先生首倡革命，所以孙中山先生的这面旗帜，我们必须要给予尊重，给予使用啊。最后也就是在大会中，最后大家投票一致决定，让青天白日旗成为同盟会的会旗哈。当然，刚刚学弟讲到是很妙的，现在
我不知道台湾因为这段历史已经不太教了，对不对？所以大家都以为说国民党盗用，其实不对啊，是国民党给中华民国用的，这我们要公平一点讲，对不对？哈，这边其实出现的时候还没有中华民国啦，我们可以这样说哈。那最后我们再讲另外一个点啊，我们刚才提到说宣传的猛烈哈，那到了1906年，到底同盟会发展的势头有多猛烈呢？哈，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哈，因为为了立宪哦，派了所谓出洋5大臣，大家还记得吗？其中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端方哦，他很认真的考察哦，那他就回国之后，他写了他当时的见闻啊，他说啊，以奴才史事所及啊，民访暗查，见夫无知青年哦，或其邪说时而7、8，什么意思呢？他说：哇，我去日本看了一看，我明察暗访之下呢，结果我发现这些傻傻的年轻人啊，竟然都被蛊惑了。这什么邪恶？就是革命之思想啊。对，没错。那谁干的呢？哈，逆贼孙文演说，还听呢，则以数千啊，革命党报发行啊，购阅啊，数亿数万啊。什么意思呢？哈，就说谁最坏？孙中山、孙文大逆贼，好，每一次演讲数千人在听啊，吓死人啊！哈，要哪里找这么大的场地？我想大概他就跑到大学去了啦。对，没错。那革命党报呢，指什么呢？就是指民报，到处发，然后数万的在被读。那大家想想，当时不要说东京，就整个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多少而已啊？基本上啊，难怪数字7、8啊。进访文逆党方啊，结义之密会啊，遍布之于各省啊。他这种什么，就是呢，所谓的同盟会啊，已经成立啊，就是秘密结社啊，各省都有，到处游说运动，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或用歌谣，或用白话，沿门赠送。哇，这就很厉害了，有没有？挨家挨户都在送，挨家挨户的送，还会给你写个歌啊，而且呢，写的很直白的啊，像小说一样啊，然后到处讲，到处发送哦，不计其数啊，都已经不知道到底多少。入会之人呢，日以百计，踪迹诡秘，防不胜防啊。就是说，加入这同盟会的人呢，每天以数百为计啊，哈，然后呢，非常的隐秘行动啊，真的是防不胜防。所以其实从端方的这个考察报告来看啊，同盟会到这里大势已经渐渐形成了啦。对，你看06年就已经是这样了。所以立宪派为什么后面会那么急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革命党的成长是非常惊人的哈，可以这样说。那另外呢，革命党啊，它的势头呢，事实上谁最了解的？当然是人当时还在日本啊，梁启超先生哦，没错。梁启超有多急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为什么梁启超当时在日本东京不断在跟载沣，不断在跟国内的各个立宪派不断在联络，因为他知道革命党大势已成啊！哈，他在1906年底的时候呢，写信给康有为，他说啊，革党现在啊，东京有极大的势力啊，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啊，就是说在东京呢势力很大哈，上万学生呢，1半以上都是已经加入他们。本来在同盟会成立或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呢，立宪派跟革命派还可以打得5-5开哦。那此前呢，预备立宪造下，奇迹稍息啊，就是说当时因为预备立宪的时候，立宪派大为振奋嘛，大家还记得嘛？好，请看我们立宪派来讲。让革命为之顿挫，其实这就回应到我们之前讲说，孙中山也感受到急迫感，我要赶快抗衡立宪派，所以它是一个很急切的互动过程哦。对，没错。那即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啊，其事异章啊，所以就什么，因为你假立宪嘛，所以刚才学长不是讲了吗？假立宪搞不出什么东西。对啊，怎么？因为有名无实嘛，哈。近且呢，举国若狂矣啊，好，所以呢，几乎呢是整国为之沸腾哦。东京各省人皆有啊，彼播种于此间哦。而蔓延于内地啊，征复兴之大患，这个就厉害了。革命的种子啊，在你的心里面发芽啊，这恐怖了，各位。东京各省的人都有啊，大家还记得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呢，各省的人都是有的哈，没错。其实根据组成分子里面的哈，这边就一个背景啊，给大家补充一下：浙湘苏粤鄂闽，什么意思呢？浙江、湖北、湖南、江苏、广东跟福建占了大概80%，但是各省都有啊，甚至连台湾都有啊。台湾最有名的其中2位先生啊，一位呢就是罗福新先生啊，另外一位呢就是邱念台啊，谁呢？邱逢甲的儿子啊。他非常的年轻哦，但是他就加入了革命党啊，所以呢，散播是很快速也广阔的啊，就可以了解，连台湾当时被日本殖民都有人跑来加入了，所以梁启超急得不得了啊！我说惨了，这个人你家心里面给他种下了革命种子，就救不回来了，对他们来讲啊，所以呢，不能轻视啊！哈，近期呢，江西、湖南、山东直隶到处乱击风起啊！哈，所以呢，他们已经到处在发动这种革命的运动了哈。那有一些比较激进的，甚至就跑去搞暗杀嘛，好，那皆彼党所为啊，就是革命党干的啊！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啊，
犹为第二义啊，而与格挡使战乃是第一义啊。什么意思呢？今天呢，我们立宪派跟慈禧这个朝廷死磕呢，第二重要哦，最重要的是跟革命党死磕啊，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啊。讲到这种程度，学长，对，梁启超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遏制革命党的成长，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不论是在东京的保皇党或在国内立宪派，我们通通完蛋。其实从这两段话就写得很清楚嘛，这代表当时整个东京地区基本上在舆论上，革命党已经完全占了上风。另外，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也都逐渐从同情立宪转而支持革命啊。各位，自古以来人才乃中兴之本，对不对？谁掌握了人才，谁就有可能鼓动下一个时代。那很清楚，这个时候掌握人才的就是革命党。是，其实讲到这边，06年、07年之后，基本上我们几乎就可以预判未来到底是由谁来主导中国的命运了。我想对梁启超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前面讲立宪运动的时候，梁启超、张謇这些人会急成那样，原因就在这边啊。如果你满清政府没有拿出诚意来进行真实的立宪，那我想这个立宪运动就不会成功，可以这样说。OK。是哦，所以此一时彼一时啊，你有没有想到国民党曾经在前身的时代有这么多年轻人加入吧？好，对啊，很难想象。当然，最后了，我们还是来对于同盟会做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总结啦。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同盟会它是个中国知识青年的一个大结合啦。再来呢，我想他们就做了很多的愿景的探讨。其实各会之间这种激烈的讨论呢，事实上也让他们对于整个西方制度啊，整个思考脉络有更深度的一个想法。第二个呢，其实同盟会跟立宪派都在做一件事情嘛，思考中国未来怎么走嘛。对，只能说载风你玩假的，所以最后呢，你的王朝也没了那第三个呢，是革命的壮大跟开始的时候，大家有看到，其实也是立宪派。当立宪派的高峰一过，革命党上来，那个历史趋势，就像刚才学长说的，革命之汇流跟成功是可以预见的啦。这就是我们在讨论说历史脉络为什么这样走。这样今天你就可以去解释为什么当年立宪派会急成这个样子，这是道理在这里所以可以总结啦。希望我可不可以说一句话：革命是必然发生且必然会成功啊。对，走到这里，其实革命已经很难去遏制了啦，只是在等有没有一个好的机会。当革命党还会受一些挫折，还会有许多人前仆后继的去牺牲，这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挫折跟牺牲都是为了酝酿一个更大的成功而响起的前奏，我们可以这样说随着国内外局势日益的改变，所以在各方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利益的激荡之下，中国的大革命即将发生我们可以这样说。好，我想今天呢，我们非常精彩的中国革命同盟会或者同盟会呢，到底如何结成、壮大、整合，甚至如何在宣传战上面、形式上压垮了立宪派当然，他跟立宪派之间那个激烈的、精彩的论战呢，我们一定要再花一期的时间来跟大家好好讲一讲那彼此之间那个交锋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聪明的人在吵架就是梁启超先生对战我们刚才讲到《民报》四大写手以张太礼记的四大写手，所以这当然非常精彩啦。我们期待下一讲，我们再来好好聊一聊。当然，最后还是要记得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最重要是加入我们的会员，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还有一个重点呢，一定要跟我们超级留言、超级感谢，或者是通过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或者邮局让我们有更多粮草，我们可以做出更多精彩可期的节目好，那我们今天的历史讲堂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再次谢谢王立本老师。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场再相见喽，拜拜。拜拜。